天靈靈地靈靈，小菊書抗中，賴司公顯靈。觀音山有600多公尺，為什麼遠邊500公尺的101會比觀音山還要高？欲練神功，必先親得自宮。20萬公司可以拿3500萬標案，不可能，絕對不可能。賣茶葉的去修電纜，賣馬桶的標火藥，這個是叫做不務正業。標案的條件叫做必須要請得到張惠妹，你才能得標，而只有這家公司能夠邀請的，不可能，絕對不可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柯文哲復出，然後呢，他今天講了很多的話啊，又是批賴清德，又去見了藍白的黨團，因為白黨團是自己人，所以我就沒特別列了。那主要是去見了綠黨團跟藍黨團，這裡面有很多有趣的畫面。人民也會有公道的評判。就前一個問題跟你現在這個問題，其實是社會是應該是會很感慨了。放着中央政府總預算不審，行政院已經在去年8月底就送到立法院，3、4個月的時間，立法院都不審。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本來就是立法院憲政責任跟憲政權利啊。中央政府總預算不審，國防特別預算也不審，禁排一些涉及違憲違法的法案。那今天又要推出對總統的彈劾，這絕對不是國家社會人民之福。好，先就這一段讓漢庭來評價一下。賴清德還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中哦，而且完全是正話反說哦，偷換概念。為什麼預算不審？很簡單，就是因為你民進黨沒有依法編列預算嘛。藍白在野黨國會3讀通過你總統公布的，包含軍人加薪以及警消海巡的退休福利，你行政院沒有依法編列預算。如果立法院現在就開始審，等同默認承認了你行政院的惡行。所以立法院一直強調，你必須補正回來之後我再審。他沒有說你現在這個我就不給你過，就說你先重新編好了之後再來，那都可以討論，就可以再慢慢審。那你行政院或者你賴清德為什麼至今都不肯告訴大家我拒絕幫軍人加薪的理由是什麼？我還看到像賴瑞隆有講說，哎呀，因為同樣的錢要去買武器更重要，但是立法院所通過了，你本來就要照編啊。總共要幫軍人加薪的金額啊，大概是400億，然後整個的國防預算高達了9000多億，400億跟9000多億這沒有很多啊，就400億並不會佔到你非常大的支出。你又不是像過去馬英九執政時期國防預算2000億，那你突然說，哎，我要400億要幹嘛？那整個預算那當然會有問題。既然你整個國防預算都快到1兆了，而且幫軍人增加經費，這也是美國 AIT 所樂見。所以關鍵在於，為什麼你民進黨拒絕編列預算，是民進黨違法在先。那只要你都順利給了在野黨，當然就會好好的來審。第二個，他強調說啊，什麼涉及到違憲違法的案件啊，那個都叫做你民進黨在說了。記不記得前年2024年底的時候，憲訴法、選罷法，說這個法一旦過了啊，台灣就亡了，那毀憲亂政，對吧？一個反正就是說公投的罷免的聯署嘛，然後必須要加身份證，然後再來一個，現在到底哪一個是所謂的違法違憲亂紀的呢？那就是在講財劃法跟年金改革的部分呢、啊。年金改革就是少砍一點，那麼因為以前是一路往下砍，現在就停砍了，停砍了。但蔡英文時代砍的還在這裡啊，並不是說回復到2016年以前，是2016年以往下砍，砍到現在我們覺得可以砍了，不要再往下砍了。但蔡英文時代砍的並沒有回復，所以這個從法理來說，或者是從財政紀律來說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好，所以第三個層次，當然賴清德就說，哎呀，他不貪不取，這偷換概念嘛，因為這藍白彈劾啊，並不是因為他又貪又取，不過綠油有沒有又貪又取，這另外一回事情。關鍵是因為你賴清德毀憲亂政，所以賴清德的這種彈劾這根刺啊，已經深深扎進了賴清德的杏仁核裡面了，戳破他的優雅。當然他也沒有優雅。那元旦本來是一個高度團結啊、很開心的日子，結果呢，他就很在乎自己的這個彈劾案件，然後呢要過來罵在野黨，還在那邊故作眉頭的申訴。那他本來文告是沒寫這些的，他的文告裡面罵在野黨罵的比較少，媒體提問了，他就開始飆罵在野黨，這才是他的本性。他的文告其實有提一點點，不多啦，但不多，但已經也很顛倒是非，只是沒有想到說當媒體那也不是嘟麥耶，那是記者會耶，會後記者會，然後提問，那不是都 say 好的？所以他就是想要罵在野黨，你終究是要罵在野黨的，何必要躲在記者會呢？对啊，还是因為這樣罵起來比較快，然後又罵這個什麼浪費時間吶，對，那你大罷免跟浪費時間啦，復議也浪費時間啦。對，接下來這一整年呢，因為到5月19號之前呢，519的彈劾案投票，所以這半年當中就是繼續的政治鬥爭了。藍白反正要在22個縣市都要去開說明會、公聽會，到時候呢叫做家家點火、戶戶冒煙。
間，到時候大家都來討論賴清德如何違憲亂政，要能夠讓街頭的老太太她都能夠聽到，哎，我孫子告訴我賴清德違憲亂政啊，這哪是總統，這是奸商，就希望能夠讓每一個老大哥、老大姐都能夠聽到啊，這種入腦入戶的宣傳啊，是未來藍白要做的。這個等於是可以拿公務的預算來好好宣傳一下賴清德到底在幹什麼事情。你對最近賴清德的一系列，他為什麼那麼在乎彈劾？他又不怕，又不會過，不會過，不是嗆人家不要浪費時間，他在氣什麼？有什麼好氣？他不喜歡被貼史上第一位被立案彈劾總統的標籤啊，最偉大的賴領導人呢，對不對？他認為他在完成台灣民族自決獨立的神聖使命，他正在完成過去歷任台灣民選總統做不到的，他要來完成這個使命。怎麼可以被你們這些在野黨貼上一個違憲的這種總統？憲法是由他說了算，好嗎？你們憑什麼說他違憲？過去他有人就找出來，他當初被在那個台南議會，他不進議會200多天，後來監察院彈劾他的時候，他就說監察院違法擴權是憲政所不容，就說是跟现在一模一樣啊。對，所以現在是在野黨擴權，國會擴權為憲政所不容。沒有，當年監察院彈劾他台南市長，他這樣子應對監察院。現在立法院要提案，在野黨立委要彈劾他，他用同樣的模式應對啊。他的性格就是不會認輸，他就認為他才是正義，他做的都不會錯，這就是他的性格啦。你要找到這麼鬥雞的領導人也真的不容易。是，大概全世界大概就是像川普啦、金正恩啦、普丁啦，這一類的可以跟他。當然，我覺得賴清德他從他發動大罷免開始，就是一個完整的叫做奪權計劃，失去的國會權力，我要用各種方法，我窮盡一切手段，我要把這個權力收回。對，收不回我就癱瘓他。行政院院長的不附屬，大法官、憲法法庭的所謂的把這個憲訴法直接宣告違憲，5位大法官就可以啟動，這些都是他用其他憲法權力來癱瘓國會權力的具體事證。這些動作都不會讓這個國家往前進啦，他就只會讓朝野的對立更加嚴重。就賴清德這個人沒什麼趣味嘛，他的有一趣味就是看着政論，然後在那邊捧他，而且你任何說他不爽，他就不高興。無排2-3條被倒位了。在我們家最反對民進黨的不是柯文哲，是陳佩琪。不過我也勸他去上班了，分散他的注意力。不然他每天都在家裡寫臉書，我很頭痛。他是被收押禁見、禁止通訊，他那一年是空白。對於藍白已經合了，已經合了，對，已經合了，而且是有多麼大的這個盼望跟執着。大家對於賴清德的恨意啊、厭惡的感覺是真的是高到一個嚇死人的程度。當你逼到韓國瑜都發文直接點名賴清德罵的時候，因為他那一篇文就最後寫說民貴君輕了嘛，所以我覺得你當韓國瑜都這樣講的時候，其實整個風向是沒有了吧？你韓國瑜在後面還有沒了啊？那很明顯賴清德是抓着韓國瑜打。賴清德現在就是認為說藍白合可能會出韓國瑜，民進黨是把所有藍營的可能的人都打高，沒錯，他們是全面性的。台北市議會就把蔣萬安打高，台中的把盧秀燕打高，立法院中央的把韓國瑜打高，對，讓國民黨內三足鼎立清德的隆中對。只要國民黨內三分天下，則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為讓你藍軍裡面有好幾支嘛，對啊，甚至還有鄭麗文的。對，你只要越多人有機會，你們內部的分裂就越大。其實大方向就是叫藍白合啦。對啦，反正那個標準答案，就現在在野黨來說，拉下賴清德的標準答案就叫做藍白合。對，那這個藍白合要靠什麼方式去維繫它的動力？會動態的去調整。可是整體方向，包括像最近你看到那個國民黨中央一下講一下要徵召台南協調完了嘛？對。後來是那個嘉義市說要禮讓嘛，然後新竹市要禮讓嘛，就是直接講根本沒有要跟裡面什麼何志勇這些咖必要。你要想一想，現在的國民黨黨主席他們是一個你可以請了他的人。對對，我已經知道標準答案了，你們這些蝦兵蟹將趕快滾開啦！朱立倫那個時候，其實到林耕仁的後期，其實朱立倫也很清楚，新竹就是那個就是實質禮讓了啦。那個時候其實他們大家都很清楚，那一開始就不該搞這個局啊。可是沒辦法，那個時候是新竹地方就搞不定，非得要提一個，對，讓他去當炮灰。那他死了，新竹從此就大一統了。就是概念上是這樣。朱立倫要花很多跌跌撞撞的經驗，都還搞不定的藍白合，在現在都水到渠成。
其實現階段藍白支持者基本的概念都有一個譜，就是以2028拉下賴清德為最高指導原則，不合就死了嘛。而且我覺得整個國際局勢也不一樣了。24你還由得你可以在那邊扭扭捏捏，由得你在那邊耍任性。可是說真的，那時候那個局其實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你還記得我們那時候看到軍樂會談的時候，所有人的共識，其實評論圈大家的共識都很清楚。在破各個婚輸不外嘛。只是大家因為說直白的，你也不能給選民沒有機會，所以你還是在評論的時候，你還是要加一些說啊，選舉還是有機會。可是心裡面那一張底牌早就寫得很清楚。可是大家注意哦，我之前講過一次嘛，武漢肺炎就軍樂5人，除了退休的馬英九之外，剩下4個每個都重傷啊，無一幸免啊。朱立倫現在半退休人士了嘛，柯文哲半退休人士了嘛，當然有沒有再起是有空間吶。侯友宜待退人士了嘛，然後郭台銘根本已經離開政治圈，白髮蒼蒼，他兒子到現在回不來，不能回來。所以我在講這個概念是什麼？就是說，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尤其你要競選最高層級的政治人物的時候，你一定要有一個宏觀的視野跟大的氣度。軍樂會談其實就是給大家最大的教訓。所以馬英九是那一局裡面最聰明的人，他說：“哎，我不講話，把麥給扔出去。”可是我說這個就是要我要佛教的言談。賴清德在2019年犯的錯，2024年的藍白犯了一輪，就是我執，對，就覺得自己會贏嘛。你那時候賴清德如果沒有去挑戰蔡英文的話，趙倫你也是2024年要來選啦，對不對？趙倫也是，而且你的政治能量會很大哦。對，而且那個時候就算你不挑戰，你也會是被選為副總統啦。而且你會繼承蔡英文的能量，可是因為你去選了，那個撕裂太深了，留下太多畫面，而且40%還是因為強力的去吹抗中保台這個能量，把它拱出來了。但是問題大家看嘛，軍演剛剛結束，我們對於老共的惡感的民調並沒有顯著上升。國內各政党的比來講的話，共產黨的那個反感一直都是高。經過了10年拉扯，真的你想，真的10年的拉扯，你看共產黨並沒有辦法解決兩岸僵局嘛？我覺得老百姓的思考也會改變，並不是討厭大陸的這個沒有辦法轉換為民進黨的選票了，它的轉換度越來越低了。而且整體來說，因為變成討厭民進黨更多的時候，那個兩岸的和解的需求也因為整個國際局勢的變化的上升，就是天花板的啦，那個就是所謂反共的天花板，就是俄共的天花板，所以往下不會往上，所以沒用啊。就現在如果說軍演轉換成選票的效果是沒有的，也就這樣了。以前可以轉很高，現在效果有限。還是關鍵就是如果藍白合，在野主流政治人物軍演以前是要一起聯合譴責老共，這一次是全部譴責賴清德，就譴責賴清德可以讓你躲過軍演這一題，以前不能你如果把時光放回21年，你譴責蔡英文看看，你反而會被名義上會壓過來。換一個角度也是因為現在的軍演對實際上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太低了。我必須這樣講，因為股票居然在12月31號創新高29000多，但是至少不會在此時此刻或不會在此時此刻打，對吧？因為既然已經是軍演，但是這個越來越緊張的氛圍，因為比如說我去看醫生，然後醫生也會問說，哎呀，這個議員現在是不是就很緊張？什麼時候會打？就是平常沒那麼關心的啊，可能都會來關心一下，會關心啊。而且就是我覺得強度上是有落差的。比如說，因為這次畢竟離我們比較近嘛，包圍的比較緊，你看圖都可以看得出來，所以大家會比較，就是說一部分的人還是會覺得，反正跟過去軍演沒什麼差別。但是呢，也會有人覺得軍演確實是有越來越強。那這樣的人數增多，我們就要來問，對在選舉上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這個才是我們政治評論的一個關鍵嘛。那我覺得對在野黨是比較有利的，因為我還是強調，就是所謂的抗中保台的極限值，你如果不影響到我，出一張嘴抗中保台，我就可以投民進黨哈。這就賴清德不斷去下鄉去講說啊，要2026要縣市首長當選才能夠贏中國，真的影響到人民。打了之後的那前期，大家會支持誰？在打之前的影響，大家會討厭賴清德，對吧？你媽沒事找事。但是如果真的，比如說炮彈打下來了，或者真的是已經進入到所謂的戰爭階段，或有什麼封鎖了，那搞不好賴清德的民調就會增加，因為通常大家還是會覺得不行啊，我們什麼團結啊、保台啊，這個還是要對抗啊，因為藍的也會覺得我們要對抗啊。所以一個對於在野黨選票極大化的那個兩岸氛圍，就剛好會落在於快要打，影響到我，但又不能真的打的這個區間，是對在野黨最有利的選票跟氛圍。前面你說啊，這軍機軍艦繞一繞，對老百姓沒影響，那個票都是民進黨，對吧？因為他可以繼續幹啊，你看老共很可惡。但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前期，哇，大家一定會團結支持賴清德，除非什麼，那打到受不了了，大家就會覺得要投降。所以對在野黨最有利的就是快打。
到要打之間的這一區段，我認為是對在野黨的投票最有利，因為大家就會覺得，哎，我們還是要和談啊，我們還是要九二共識啊，我們還是兩岸要好好溝通啊。青鳥洗得滿世界都是，說你看20萬公司可以拿3500萬標案，賣茶葉的去修電腦又怎麼樣了？賣馬桶的去標火藥又怎麼樣了？這些都 OK 啦。野聲音娛樂有限公司社群可以發現，上面寫我們的老闆是阿妹張惠妹，參與跨年持修葛西瓦都是野聲音的藝人。其實野聲音就是阿妹的公司，也難怪可以辦這麼大型的演出。他們用資本額20萬去說這3500萬不合理，這個一直都不是在野黨去質疑的問題。比如說之前的從小吃店賣快篩，到剛成立50萬資本額的去進雞蛋超市嘛，而民宅進雞蛋，再來是軍火，茶行搞資安，室內裝修公司搞這個火藥進口啊，那個是叫做不務正業。可是這個限制性招標，你知道它限制性的概念是什麼嗎？為什麼這個是限制性招標？因為簡單來講，他當時開的這個標案裡面的這個標就直接了，我的那個叫做。標案的條件叫做要有張惠妹。對啊，我講那個時候台東就是開了一個叫做我今天我的這一場歲末必須要請得到張惠妹，你才能得標，而只有這家公司能夠邀請得到。講白，這種標案就是直接先跟阿妹談好了，這叫資格標。對啦，就是只有你能達到這個資格啦，所以呢才由你擇標。而這家公司他們說，有一位這個側翼律師說，這家公司老闆又不是張惠妹，我們去查公司負責人叫張琴，又不是張惠妹，人家是掛名啦，張琴是張惠妹的子女，是他們家族的啦。对，人家有他們的那個叫做稅務處理的方式嘛。對，你看到張惠妹公司，然後他的夫人姓張的時候，你就要知道，這肯定他媽的跟他家人絕對有關係嘛。而且這家公司裡面包括陳振川什麼都是他們，就是同一個 team 啊。對，所以今天基本上就是阿妹的演唱會的團隊來處理這一場，而這個是早就談好的默契。其實我必須講哦，今年台東縣政府的這個歲末，就是因為是張惠妹，她的預算是全台灣跨年晚會最高哦，因為台北是101跟市府廣場的跨年是分開的，對，這個漢庭就很清楚。101 2000萬就是煙火，那是找廠商去贊助，就是他们有各種廠商哦，你可以到时候在上面秀出啊或什麼的。對，跨年晚會大概是3000萬、3100萬左右，大概是3000萬這個規模。台東今年超越台北是3500萬，因為你要請張惠妹，對，關鍵就在這裡。而且張惠妹還降價了。可是呢，你要知道，因為你包出去通常都是給電視台，對。可電視台如果今天有，比如說他們假設有這個廣告或什麼收入呢，其實還會有回饋的，通常都還是這樣，就是說互相還是會有一個這個折扣或什麼的。阿妹是打折了，不然他可能3500萬你標得到，3500萬，而且還是全包，還有一大堆人，全包，而且關鍵在於說，其實你光是一個張惠妹演唱會的規格，就絕對不止3500萬了啦。是沒錯，你去想哦，蔡依林在大巨蛋搞三天的演唱會的成本是多少？9億，票房收入只有5億多，為什麼還要搞9億？對，因為這是他一個新系列巡迴的開端。因為這個之後去全世界巡迴，尤其在大陸的話，都會用同一套邏輯，而且它的設備什麼它是可以重複。他下一站就要去深圳嘛，所以他那個規格都是基本上套用的嘛。好，對阿妹來講，它是一個專場，這是一天的專場，它沒有下一場，所以這個是專門為這個設計的3500萬，非常便宜。其實我認為阿妹基本是成本價貼上去，自己可能就沒拿什麼演出費，就是過個流水賬而已。你就想，為什麼張惠妹那麼大一間公司，她只用了一個20萬的公司去標？那很可能這間公司今年就只做這個。我的意思是說，她可能她弄了幾間，因為稅務規劃嘛，這個可能是她這個子女負責當負責人，那個可能是她妹妹，可能下一個是她的哪一個，就他們張家人去談，這是很常見的做法，好嗎？就是到底哪一個智障跟腦殘？你3500萬吃下去之後，好，比如做一些成本計什麼，你如果要純化它可能真的今年這一間公司就吃這麼一場。其實比較愚蠢的是，我們台灣的電視台居然沒有人去談直播，你知道嗎？所以這場只有網絡直播，這場只有 YouTube 跟 Line 都只有網絡而已。所以我們的傳統媒體已經失智了。如果你今天一聽到是張惠妹包台東，怎麼樣都要有電視台直接去跟台東縣政府說，我們賠錢都要來播，因為廣告費就賺了。所以其實這也代表一件事，就是我們現在的電視台不是靠商業在賺錢，對。我們現在的電視台是靠標案在賺錢，這個是要談的，因為我們的電視台都很大牌，他們都會說，我幫你轉播呢，你要免費給我的呢。沒有，現在就有點像職棒，如果你今天電視台要轉播，你是要付費給職棒球隊的。所以我說這個邏輯就在於說，我們的傳統媒體沒有遠見。其實這一場如果有電視台願意轉播的話，其實一定很夯。而且你想一個事情哦，如果說電視台願意轉播，那是不是就可以不要所有的經費就是台東縣政府來辦？就等於比如說這3500萬，可能電視台就要出至少其中的
1000萬或1500萬，或者是說3600萬，但市政府、縣政府出，再加1000萬的轉播，500萬轉播。相对來講，為什麼國發會會去補助？這就是因為衝着阿妹啊，說穿了就是因為是張惠妹嘛。對，就是用那種所謂的那個叫投資，其實就是在投資。國發會就是用這種那個類似那個國發基金的概念去投資。對，它的補助其實等於說補助你唱片業跨年創意跨年活動，類似這種概念。對，音樂產業。實際上我覺得他成功啊，因為這一場他不止同上27萬